大家好，我是 Tony， 今天我将会在这影片告诉你每位投资家都懂的心法。你看完这个影片之后就知道怎么从普通的上班族摇身一变变成投资家、资本家。如果你准备要投资，或者说你一直不敢投资，那麻烦把我这影片看完，因为我在最后会告诉你一个最重要的心法，而且大道至简。当你学会这个心法以后，你生活的每一天都会变得更有希望、更积极、更正向。今天我就要帮你打通任督二脉。顺带一提，这频道讲的是我认为可以帮助大家创业、投资、理财成功，并且改变人生的关键。请订阅我的频道，我的频道会告诉你一些别人不会告诉你的事实，这些都是我一直走过来的亲身体验还有领悟，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人达到财务自由。这里有最重要的心法和技巧，只有心法和技巧结合才能练就一身好武功，所以不要错过我每一部影片。如果你听完以后有所领悟的话，记得在下面留言点赞给我知道，你的支持是我们做下去最大的动力。之前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分享了一张人生收支曲线图，这是一张看似很简单，却也清楚解释了人生一辈子需要经历的阶段与财务需求。从左边的出生开始，马上就需要一定的生活支出费用，但刚出生，谁有能力负担自己的生活费用呢？当然，从出生到上学到就业阶段，是所谓的抚养期，这些生活支出就是要靠父母、亲戚或是各救助单位的支持。有些家庭生活比较困苦，可能在抚养期就需要有人救助，或甚至是出社会前就需要借贷。最常见的就是助学贷款，许多年轻人在就业前就会先欠下约40万元的大学助学贷款。这条黄色的生活支出线显示刚出生时的花费比较低，随着年纪增加会越来越高，但当到了退休之后，必要的生活支出费用也会随着年龄增加而越来越低，当然这并不包括医疗费用。开始就业之后就是图上的奋斗期，就业所带来的工作收入理当要高过自己的生活支出，才有办法独立负担自己的生活，又或是说自己的生活支出应该要控制在自己的工作收入以内。一般人的工作时间大约就40到45年，尤其过了一定年纪后，随着体力下降与所学知识渐渐被新时代淘汰，收入也很可能会渐渐减少，一直到年纪或体力条件到了一定程度后就会选择退休。红色这条工作收入线呈现的是大部分一般民众的收入状况，当然也有很多高阶族群的收入会随着年龄、经验与人脉的增加而增加，未必会在届退休年龄时而减少。但不管如何，总有一天会无法靠自己的劳动力带来主要的工作收入。在退休后与身故前还有一段养老期，这段养老期同样有生活支出需要支应，但不同于抚养期，这段时间没有人会负责负担自己的生活开销，所以在退休之前一定要准备好退休期间需要的生活支出。运气好的人或许可以等待上一代的赠与与继承，变卖继承来的资产来换取生活支出所需的现金。相信大多数人就算有财产可以继承，也应该还是需要自己另外准备一笔退休金，而这笔退休金就必须要从奋斗期里来累积。每个人的生活花费习惯大不相同，有的人很努力地存钱，有的人是赚多少就花多少钱。黄色这条生活支出线应该视为最基本的生活费用需求，而红色工作收入线超过生活支出线的部分，就是一般人的收入扣掉必要生活支出费用后所剩余的资金。这一块区间的钱，可以选择存下来当做养老期的生活费，也可选择尽情的花掉来丰富自己的人生经验。但如果要靠工作收入来准备养老期的生活费，就必须要留下一部分的收入，并透过适当的理财才累积养老金。绿色这条虚线就是理财收入线，顺利的话可以从开始就业时就积少成多，期望到了退休时，理财收入可以衔接上，取代退休时即将消失的工作收入，并且足够负担养老时期的生活支出。如果绿色线的起头不是由开始就业那一点就开始，而是到了奋斗期中间才开始，就会造成两个情况，一是绿色线的斜度要很大，才来得及赶在退休前达到生活支出线那个标准，否则就是要强迫降低生活支出线来配合比较低的理财收入线。图里还有4个灰色的点代表不同的情况。
活太短，如果活太短，那很可惜，希望在这短短的人生能够没有遗憾。但庆幸的是，在壮年时期，工作收入与理财收入会比生活支出多，不会面临财务窘境。如果是已成家有小孩，那就要考虑到家人是否会因为你的突然离开而失去生活收入依靠。残废常年病，若在奋斗期发生意外残废或是常年疾病，导致工作收入中断，甚至还有额外的医疗费用，支出马上超过收入，如果没有其他人可以澳援，就必须要提早规划保险来协助你尽量减少这一笔收入与支出的落差。收入中断，除了疾病以外，也有可能发生工作不顺利或中年失业，这时候如果理财收入现有累积到一定的程度，或许就可以靠降低必要生活支出来应对，或是换一个收入比较低一点的工作，加上理财收入，可刚好可以负担原本的生活支出水准。活太长，长寿理当是一件美好的事，但是当退休金准备不够时，活太长反而变成一种负担。如果存活超过你预期身故的年龄，而资产又即将用尽，或理财收入无法支应必要生活支出，这样的退休生活可一点都不幸福呢。这张图标示了人生理财规划的几个重点。奋斗期是努力工作生活并累积理财收入的时段，如果发生工作中断或疾病残废，可能就会大大影响理财收入的累积，甚至当时的基本生活，所以应该要做好相对应的应变计划与投资，譬如拥有适当的保险，培养第二、第三专长，保持健康的身体与尽量避免意外的可能。理财应该要从开始有收入时就开始做，否则越晚做就要冒更高的风险，追求更高的报酬。而且要避免赌博式的投资方式，理财收入线才会稳定的向上发展。许多人是在退休前才把长期累积的资产赔光。养老期的生活花费需求其实会降低，但在途中看不到的是医疗支出，这个隐藏性的支出可大可小，建议要尽早做好保险与理财规划，退休后用保险金与够高的理财收入来支应无法预估的医疗支出。红色的工作收入线未必到了退休就会归零，如果工作资历丰富，有一些顾问类的兼职工作是可以持续带来工作收入的。也有人将兴趣写成文章或拍成影片，在从事兴趣的同时，持续可以获得不无小补的收入来源。最后给大家的心法：一、不投资才是最大的风险，有闲钱也不放定存。二、复利是投资最好的朋友，投资要趁早。三、银行认定你最有价值的就是奋斗期，请把握这段时期理财。聪明的你可以想一下，为什么银行认定你最有价值的就是奋斗期呢？欢迎你留言告诉我，我会尽量看完你们每一个留言。我认为这一生的改变就是如何管理我的财富与如何创业。我会学习非常快的原因并不是我有什么聪明的脑袋，而是有异于常人的执行力，只要是对的事我一定马上去尝试。最后记得订阅跟分享我的频道，然后点赞，我以后会告诉你一些心法，还有实际操作的方法去帮你赚钱。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给我留言，我一定尽量回复的。我们下次再见吧。